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今年46岁的蓝亚丽在山东青岛经营一家社区便利超市。23岁那年，她经人介绍和杨明辉结为夫妻。婚后第2年，儿子杨文杰出生。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，夫妻2人先后从企业辞职，开了家小饭店。2007年，杨明辉不幸患上脑动脉血管瘤，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，但是需要长期用药，且不能继续工作。考虑到杨明辉的实际困难，所在的社区为他办理了低保。此时的杨明辉连死的心都有了。更为尴尬难言的是，他患病后留下后遗症，与妻子已无法再享受床子之欢。家中的顶梁柱就这么塌了，蓝亚丽好长时间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然而病床上的丈夫是那样的苍白，悲痛的蓝亚丽依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为了给杨明辉治病，蓝亚丽拿出了家中全部的积蓄。从不求人的她硬是红着脸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，家中也因此欠下了3-4万元的债务。饭店早已关门，蓝亚丽又找到一份推销酒的工作，勉强维持生计。看着妻子每日为自己操劳，杨明辉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劝妻子重组家庭，但蓝亚丽一直没当回事儿。2009年初，蓝亚丽踩着脚架想从房顶的储物柜上取几床棉絮。杨明辉躺在床上，不时提醒他注意安全。只听见砰的一声响，蓝亚丽突然从床脚架上重重地摔了下来，右脚当场骨折。杨明辉被眼前的一切吓懵了，他想去救护妻子，可双手双脚怎么也无法动弹。忍住剧烈的疼痛，蓝亚丽艰难爬了起来。她抹去眼角的泪水，一步步挪到外屋，拨打了求救电话。蓝亚丽的意外受伤让杨明辉更坚定了离婚的念头。那一夜，夫妻俩促膝长谈。杨明辉恳请地说：“亚丽，你找个人嫁了吧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了。”蓝亚丽哭成泪人儿：“我不能离开你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呀？”杨明辉心意已决，为了让妻子摆脱自己这个累赘，他经常假装发脾气，找蓝亚丽的麻烦，对她时不时进行无中生有的指责。次数一多，蓝亚丽妥协了，答应和杨明辉离婚。2010年，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为了弥补生病后这几年对妻子的亏欠，杨明辉把两人共同居住的房屋所有权全部转让给蓝亚丽。蓝亚丽则承诺，离婚后杨明辉仍住在家中，他会尽力照顾他。因为当时儿子杨文杰正面临高考，为了不对孩子心理造成影响，他们对亲属暂时隐瞒了离婚的事实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不知是蓝亚丽的照料起了作用，还是杨明辉自己的努力，他原本活动受限的4肢逐渐恢复了正常功能，基本能生活自理，但仍无劳动能力。2013年，空窗3年的蓝亚丽遇到了严立兵。其实两人早在结婚之前就认识，当年老家在菏泽的严立兵在青岛上学，他的叔叔家与蓝亚丽的父母家是邻居，他因此结识了还没有结婚的蓝亚丽。严立兵对蓝亚丽暗生情愫，但由于毕业后要回老家工作，他始终没敢表白。时隔多年，两人通过微信建立了联系。刚从一段失败婚姻中走出来的严立兵获知蓝亚丽离婚的消息，心中又燃起了爱的火焰。这一次蓝亚丽没有拒绝，但她向严立兵提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，允许前夫杨明辉留在她的家中，且严立兵愿意和她一起照顾前夫，她就嫁给严立兵，否则免谈。
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，身为男人的严立彬感觉心里怪怪的。可是对蓝亚丽的爱让他暂时忽略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尴尬甚至危险，他答应了蓝亚丽的条件。蓝亚丽则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杨明辉，杨明辉表示同意，并祝福前妻。就这样，蓝亚丽与严立彬领完结婚证后，请几个好友与同事吃了顿便饭，便宣告正式结婚了。因严立彬在当地没有房子，加上照顾病人的承诺，所以严立彬也住进了蓝亚丽的家中。组成新家后，由于儿子在外地读大专，杨明辉主动住进儿子房间，把大卧室留给了严立彬和蓝亚丽。婚后，严立彬恪守承诺，和严亚丽一起尽心尽力地照顾前夫杨明辉。杨明辉洗澡不方便，严立彬无论春夏秋冬都会帮杨明辉洗澡。杨明辉哪里不舒服，严立彬只要有空就给他做按摩。严立彬和蓝亚丽开了家社区便利超市，凭着超市的收入，蓝亚丽渐渐还清了欠款。生活上，两个男人亲如兄弟，都对他呵护有加。由于心情愉悦，蓝亚丽原本枯黄的面容变得越来越红润。然而时光流转间，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可避免的尴尬开始逐渐显现。一天晚上，蓝亚丽和严立彬过夫妻生活时，情不自禁地发出呻吟声。这时忽然听见客厅里发出咣当一声响，严立彬急忙起身查看，原来是杨明辉打碎了水杯。他见到严立彬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想去厕所，哪知道碰到了水杯。”严立彬急忙去帮着收拾，再回到房间，已兴趣全消。蓝亚丽隐约感觉这是杨明辉有意为之，很快她更相信这种直觉。以后每次夫妻亲热时，就听到杨明辉不停地捣乱，一声声地喊严立彬帮忙。可他请求的事都是让人哭笑不得，都是关空调或找遥控器之类的琐事。有时遥控器本就放在他身边。之后，严立彬和蓝亚丽在过夫妻生活时尽量克制着，不发出动静，以免刺激杨明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蓝亚丽一家奇怪的家庭结构成为左邻右舍饭后的谈资。很多不好听的话传到了蓝亚丽母亲那里。2013年9月底的一天，蓝亚丽的父亲找她质问究竟，蓝亚丽只得将实情告知父亲。通情达理的父亲理解女儿出于善意做出的决定，但同时表示两男一女共处一室，在外人看来实在是伤风败俗，责令他尽快做个了断。父亲的话让蓝亚丽开始重新审视与杨明辉的关系。这天，蓝亚丽让严立彬留守在超市，他借口回家做午饭，想单独找杨明辉谈谈。没想到杨明辉趁机说：“我也想和你亲热。”说着上前抱住他，一双手到处乱摸。蓝亚丽一把推开他，气得泪水连连地说：“外人说咱两夫一妻也就罢了，你还真这么没出息。”杨明辉委屈地说：“你们每次过夫妻生活我都能听到，我虽然生理上有问题，但我也是个心理正常的男人啊！你以前是我的老婆，我能不难过吗？”蓝亚丽无言以对。诸如此类的尴尬发生数次后，蓝亚丽觉得必须马上做个了断。趁着夫妻俩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她和严立彬商量一番。她隐瞒了与杨明辉的谈话，推说严立彬凌晨上市场进货，晚上又睡得早，与晚睡晚起的杨明辉作息时间不一，提出让杨明辉搬到楼下的储藏室。严立彬当即同意下来，并很快和妻子一起将杨明辉的所有生活用具搬到了楼下的储藏室。
如此一来，杨明辉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上楼。对于蓝亚丽日趋冷淡的态度，杨明辉怀疑是严立兵在背后搞鬼，于是经常找茬，与蓝亚丽、严立兵发生争执。时间一长，蓝亚丽与严立兵开始烦杨明辉。2014年7月，杨文杰大学毕业回到青岛，暂时没有找到工作。案发后，根据杨文杰回忆，在爸爸和妈妈矛盾激化后不久，爸爸便经常给在外地读书的儿子打电话，絮絮叨叨列举继父的罪状。在爸爸的灌输下，久而久之，杨文杰也恨透了这个继父。回到青岛后，虽然同居一室，却故意对严立兵视而不见。2014年国庆节期间，杨文杰和朋友出去旅游，花了不少钱。严立兵就说了他几句，无处宣泄的杨文杰就将此事告诉了杨明辉。儿子受了委屈，杨明辉心里很不痛快，大骂严立兵没良心，随后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要是再敢说我儿子，我就弄死你。”哪知严立兵反唇相讥：“就你，我吹口气就能吹倒你。”2014年年底，杨文杰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工作，杨明辉欣慰之余，也开始操心起儿子的婚事。他后悔当年一时冲动，把名下的房产都登记在蓝亚丽名下。他向蓝亚丽提出来，把房子过户到儿子名下，作为杨文杰的婚房。蓝亚丽与严立兵久久没有回复，杨明辉便天天将此事摆出来说。架不住杨明辉的纠缠，夫妻俩还是答应为杨文杰买一套婚房，由严立兵夫妇负责付清首付，杨文杰自己承担贷款。之后，杨明辉不时地催促蓝亚丽和严立兵拿出买房的首付款，但蓝亚丽和严立兵暂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。一天，见严立兵在为杨明辉纠缠的事生气，蓝亚丽果断地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和杨明辉一刀两断。”说完，他当着严立兵的面把杨明辉叫上来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的一切和我无关。”这番话如同当头棒喝，杨明辉顿时气焰大减。和他经常一起玩牌的老街坊回忆，那天杨明辉情绪低落，经常出错牌，还一个劲儿地唠叨：“要不是我得了这病，他能独占我的房子吗？现在害得我儿子结婚没房子，便宜都让一个外人给占了，老子非想办法拆散他们不可。”2015年6月初的一天，杨明辉上完厕所后忘了随手关门，被当天在家休息的严立兵发现。严立兵埋怨了杨明辉几句，两人争吵起来。想到严立兵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尊重，杨明辉越想越生气，最后竟动了杀机。6月7日上午11点，杨明辉和严立兵两个人在楼上，杨明辉正准备动手，蓝亚丽从外面回来了。杨明辉念及多年夫妻感情，不想伤害他，就暂时放弃了。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他知道蓝亚丽出去了，就再次来到楼上，用钥匙打开门，他将房门反锁，持客厅笔筒里的一把水果刀冲进卧室，将正躺在床上休息毫无防备的严立兵右胸捅伤。严立兵挣扎着跑出卧室后，杨明辉跟着追了出来，与严立兵厮打。杨明辉毕竟是个病人，扭打中体力渐渐处于下风。严立兵瞅准机会逃出家门，并到楼下报警。严立兵逃离案发现场后，一心求死的杨明辉将房门反锁，在屋内窗帘、沙发、地板等处泼洒酒精，并用打火机点火。民警及消防人员赶到后将火扑灭，所幸屋内只是沙发、床垫等被烧毁，
杨明辉本人因位于洗手间没有被烧伤，民警当即将杨明辉抓获归案。经法医鉴定，严立兵右胸裂伤构成轻伤1级。2015年6月8日，杨明辉被判刑拘，6月19日被逮捕。案发后，被害人严立兵、蓝亚丽请求法院考虑被告人杨明辉身体不好，酌情处罚。杨明辉所在的社区部分居民联名递交请愿书，请求法院对杨明辉从轻处罚。2015年12月11日，经庭审，青岛城阳区法院判处杨明辉有期徒刑3年6个月。